赵露思的新剧有报道了吗？没有造成伤害。前面提到的今年暑期档的黑马低成本校园剧终于落下帷幕，当晚就升至热搜榜第2位。不得不说，这部剧确实有点猫腻。现代言情剧比小黑马好看吗？该剧也是同名网络小说《躲不掉》的作者所写。据说他写这本小说时只有16岁，也许这就是整体情节相对不成熟的原因。故事讲述了人物桑植与自幼相爱的哥哥兼好友，从暗恋到双向奔跑的故事。你觉得这是一部甜蜜的偶像剧吗？不，这可能是一部关于法律的教育剧。节目播出后，网友们的评论两极分化，有青春的日常，有踏实的笑声，营造出的氛围真是浪漫。上次看这么多兄弟是《水浒传》，甚至有网友愤怒地表示，该剧具有犯罪嫌疑，建议观看。必须说，互联网口没有最差，只有更差。但这并不是一个严厉的词，至少该剧的前8集是不一致的。还是躲起来比较好。首先，我们来谈谈选择。赵露思饰演的桑植是一个大眼睛，笑起来有酒窝的甜美女孩。显然，赵露思的长相与原著不符，但好在也很可爱。她参演的甜剧很少被翻车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男主角段嘉苏由陈泽元饰演，是一名95后的青年学生，这2年一直在学习。去年，陈越主演的电影《我的恶棍男友》让他走红。原著中对主角的外貌描述如下：男人神色平静，五官棱角分明，脸上挂着未及眼底的笑容，看起来温柔却又难以接近，桃花眼微微上扬，瞳孔深邃，呈棕色，眉眼紧靠，略带弧度，表明他是一个人。在第1集中，小女主角进入了哥哥的房间，第一次见到了哥哥的朋友男主角。小女主角直视着陈泽元饰演的段嘉苏，段嘉苏抬头微笑。说实话，陈远的长相确实非常帅气，因为没有一个演员能够完全成长到书中完美的角色，而他的长相和身材绝对是达标的。但还是有一些尴尬的地方，比如导演的灯光滤镜。有一个场景，小女主在去学校的路上不小心绊倒了，抬头一看，发现女主正朝着光亮的方向走去。我能理解导演想用这个镜头捕捉男女主角之间致命的爱情，但根据原著来看，小角色目前只有13岁，是一名初中生，而且小角色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学生，这会让人感觉身体上有些不舒服。如果你改变这些场景的 BGM 和滤镜，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说说那些明里暗里运行 CP 的流行路线。故事随着女主角桑植长大，成为高2学生赵露思而展开。她心里实在是佩服段嘉旭，所以她请求帮哥哥搬宿舍。到了地方后，她给段嘉旭打电话，如果你来得太晚，你这辈子都找不到女朋友了。紧接着，段嘉旭带着光环再次出现，温柔中带着一丝威胁，如果我这辈子都找不到女朋友，那你就傻了。这个节目的报道确实没有什么问题。原著中女主角13岁，剧中编剧让女主角长大了3岁，变成了16岁。巴特，他还未成年，成年人公然骚扰未成年人，不太好。最难以启齿的是男主竟然敢当着女主哥哥的面调戏女主。男主让女代表叫他一声哥哥，让女代表夸他多帅。哥哥怎么样了？哥哥不是很帅吗？那你为什么看到我脸红呢？女主角的哥哥没有回答。你不知道未成年人经常被熟人猥亵吗？一点也不警觉。哥哥真是个工具人。看看主要演员的演技，我觉得桑阳哥是最好的，至少不那么油腻。正常的成年男人总是闭着嘴和未成年女孩说话，这部剧里没有界限感这个词。当然，最惨的还是女主角。惊涛骇浪中赵露思的人物设计并不令人鼓舞，虽然这次不是人物设计，但最好是人性设计。学补高中一名16岁学生强迫他扮演一个说话不清楚的傻孩子。在1集中，他递给他哥哥的一位同学一块糖果，他高兴地接受了。只见他直视着同学，哽咽地说，给我打开。虽然有粉丝说是配音，
但是演技不行，演技肯定有问题。你是高中2年级学生，不是幼儿园。没想到考试成绩超过600分的尖子高中生却打不开糖果，并且用愚蠢却不明朗的眼神看着对方。看完第1集，小角色虽然看起来像个小学生，但说话清晰，眼神里有聪明的精灵。3年多后，当赵露思上任时，政治人的设计崩溃了，变成了懦夫、胆小鬼和3庭社会恐惧。第4集中，他被朋友拉着给小太妹零花钱，乖乖的一言不发。为什么要这样描述字符集呢？因为为了凸显主角就美英雄一强一弱的霸气学堂，守护着小老婆，将她击倒。一开始我一直以为是编剧的错，不好看，但看完原著后才发现，这大概是还原度最高的 IP 剧了。原著里的剧情设定就是这样，连台词都油腻的让人眼前一黑。我哥虽然年纪大了，但精神力也不差。喝就喝吧，干嘛趁机碰你哥的手？称呼孩子女主角，可以让观众少一些尴尬。虽然有粉丝表示，只要跳过难受的初中篇，大学篇就会成为更常见的爱情偶像剧。不过除了我和搬砖的粉丝之外，我还能坚持8集，毕竟是一部只给粉丝看的糖剧。本文图片来自网络，如有侵权，请联系删除。即使从第8集开始，男女主之间的互动也相当暧昧，但由于前面剧情的过度消耗，无论怎么看露丝的演技，都有一种假装男孩的感觉。女孩，这么说吧，确实没必要捂着喉咙说话。以前在《星光灿烂》里轻声说话不是很正常吗？如果露丝嘟着嘴盯着他，不改变自己的行为风格，不改变她的挑书审美，恐怕国内娱乐圈又要多出一个烂戏女王了。我的世界烟花开播，杨洋化身蓝色朋友演绎热血故事。今日女凤网新闻，记者张青青。7月5日晚，由杨洋、王楚然主演的情感剧《我的人间烟火》在湖南卫视、芒果卫视双平台独家播出。与此同时，官方还同步发布了终极预告，主要角色全部亮相。主角守护人间烟花的热血故事与破镜重圆的情感交织，引发网友讨论。从《我的世界烟火》最终预告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杨洋和王楚然饰演的角色之间的情感纠葛，你们2个之间的墙永远存在，家人的对立，意外的发生，误解，分开多年，似乎没有了距离感。宋妍、杨洋是和许晴、王楚然是也很难再见面。你和庆庆别再交往了，你们不配。陈金饰演的许沁妈妈不怒不怒，为男女主角和2个家庭的碰撞埋下了冰与火的伏笔，让观众感动不已。食欲，除了撕心裂肺的爱情故事，预告片还描绘了最美逆行者牺牲生命的感人身影。宋妍和队友们敢于攀登剑山，敢于穿越火海，敢于与死亡和时间赛跑的蓝色朋友带来了希望之光。作为一名医生，徐勤和他的同事们也冲在了最前线。7月5日晚首播的剧情中，亮点频现。游戏一开始，宋妍和许沁重逢，揭开了多年前的记忆，也展现了消防员争分夺秒救援大火却被车主投诉的场景。讨论和其他情节，新身份下2人将如何继续感情？一段治愈的双向成长故事上演。我的世界烟花通过展现宋妍、许勤奉献工作、共同成长的故事，生动诠释了消防员和医生在灾难危险面前的精神意志。记者注意到，我的人间烟花集结了强大的主创团队，其中包括司藤、导演李牧歌、穿越火线编剧徐苏等。在创作上，该剧采用经典的职业家成长模式，通过展现宋妍和许勤共同成长的故事，生动地诠释了消防员和医生的生存状态。